跟人吵架的时候，英文就突然间流利起来，很多词儿在那个节骨眼上想起来了，就出来了，就跟他干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骂他，他不对啊，对得教训他，你不教训他，他以后对别的客人也是这个样子啊。对，若干年以后，我仍然觉得我很解气。这个变成是你们什么 Chinese garden 啊？对吧？我说这也不是你 Indian garden。如果是小偷到你家偷东西，翻你家的墙，滑下摔倒在你的 property 上，你自己还没动手，对，你要是没有 insurance， 你可能就有麻下次要烦给他了。梯子得架好。男的绝对不能单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女的打那那小孩子你们看，我是谁？未成年，我现在就把你弄了。正面回怼的要正面回怼，也要有这个勇气。嗯，该给人家施出应有的善意的，也要施出善意。阿公，我一直在想，阿公在路上遇到人，他会吼吗？不会不会。我都想象不出来了。阿公如果跟人吵架是个什么样的那个什么？他没一跺脚跑回去跟我妈说了。有坏人，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曾经觉得，就是说你们家就是阿婆厉害？这谁造的谣？我觉得我跟阿婆的个性就是很容易被别被人人这样觉得是误会，就是我比如说对啊我哪怕跟花花随便说句话，都有人旁边揪着一颗心说别骂他，别骂他，别骂他。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可能都有这样的担心，就性格开朗的人气场上，从气场上，就是弱一点是吧？就是被受欺负的那一个。没人那是看不准，你要看准了，就他气场大。我弱弱的说一声，还好啦。因为我那天看了有一个人，一个博主发了一个短视频，对，就说什么呢？她老公带着女儿从国外回到中国，机场下来的时候，遇到那个司机啊，打的嘛，那个司机骂骂咧咧，哇，非常难听的出口都骂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就是你能理解他，他在那里机场的士是有等候的，对，有的等候了个把小时才接上客人，那叫轮候，对你看一步一步走。一步一步走，就是标准的出租车，而不是我们现在概念什么滴滴打车哎啊，不是什么打不是车啊，对，机场是门口要对，就是标准有的出秩序的，租车的那个有秩序顺序。所以他可能等了1个多小时才接上客人，结果是很短的路程，因为他家就在机场附近。那这个司机就会觉得很恼火，那也不知道怎么发泄，就一直在路上骂骂咧咧，骂骂咧咧。当这个时候，如果从道理上讲，我是觉得这个司机肯定是没理的，不管怎么样，那当然对吧？对。但就说她的老公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就是说，一是孩子在场，他就一直跟孩子岔开他的注意力，不让他去听这个人在骂什么。第二呢，他一声不吭。为什么一声不吭呢？他讲的道理是这样，你看啊，司机在气头上，首先你也能理解他的气的源头。第二，方向盘在他手上。你这时候跟他气，安全问题是首先的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把他的整个恶给逼出来的话，你不知道他会干什么。你这个时候可能忍下一口气，退一步吧，海阔天空。是不是风平浪静？你这时候怼上去，他不想做人了，因为他确实已经被估计觉得很难过了。难道你也不想做人？对啊，放在网上的很多的事情，就比如说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这是一件，比如说不公平的事情啊，或者是一件明明是对方是错的，骂回去这是第一反应嘛，对吧？对于很多人讲就是说。骂他，他不对啊，得教训他。你不教训他，他以后
别的客人也是这个样子啊。对，这个行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、啊。对，还有你看你在你孩子面前你这么畏畏缩缩的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做男人没有骨气，对这时候是不是也有人？肯定会有，确实底下有人这么说的。对，你的小孩以后你看就是这样那么懦弱。就这么来的。我觉得出门在外哈，我跟老乔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，就出门在外，咱们好好做人，咱们开开心心的，就是你安全是第一的。我都同意。你不得不同意。你同意。像这种情况，你能判断，你不要去争一时之气。也不是100%吧。对。可能真的在某一些事件哈，某一些情况下，你不出来大吼一声，对吧？路见不平，正不下去，得要出来大吼一声。你可能最后你心里面会觉得你自己都放不过自己，你可能就是一段时间之后，或者是几个月之后，耿耿于怀，自己那口气一直没有出口。对，那当时如果说你哪怕只是对他大吼一声啊，比如说对什么 up 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类似于这样子。一方面可能也是提醒了对方，就是你现在这种发泄方式，你别以为旁边的人不出声，你就可以继续这样说下去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你可能当事人就是受到这样不公平待遇的人，也会觉得说，我为自己出了一口气，我事后会不会就是不会对自己当时那么懦弱的表现、怕事的表现。来让自己觉得之后自己心里不舒服。这个就是看你那一天，这个你处理问题你站在什么角度。我也干过这事儿，我干过跟人那个大吼一声的事，我跟他讲过。当年我做那个私人护理的时候，私人护理有的时候后来我真正工作是 home to home 嘛，我是要到人家家里去，就政府派的，就是给他多少个小时，然后等等。然后那个人那一天是要把他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洗，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，因为公共的洗衣房，那就有一个人在那里无理取闹。那具体事情我也忘了，我就觉得他特别没道理，就是说我洗好了，我就刚刚过来，他已经停了，我当然要等他停了，我不能一直坐那等，是吧？我还继续做事情，我算好时间了，没有差多好，然后他就开始对着你大骂。你占用公共空间，他可能是被别人占用过，就占了很久衣服放了，但我不是，他刚好把这个气，因为我是刚刚好时间我下来的，刚刚停那个机器，结果呢，他就对着我大吼，我那时候三脚猫英语啊，我很好玩，我跟老乔开玩笑，我跟我女儿也开玩笑，我说我平时讲英文我会磕磕巴巴，有口音又很重，但是跟人吵架的时候，英文就突然间流利起来，很多词儿在那个节骨眼上想起来了，就出来了，就跟他干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骂骂咧咧讲得很难听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盖子给咔下来，我这么一大声那人不说话走了，就那种情况，然后就没声音了，他觉得他可能也骂错了嘛。我说这是公共的地方，不是你的地方，是吧？我说公共地方就要遵守公共的这个规则，不是他想洗那个洗衣机可能还是什么，我具体我细节忘了，总之就是干起来了。然后就像你说的，若干年以后，我仍然觉得我很解气。我那个时候的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心里迷，在那个点上，你不发出去，你会觉得。你这辈子当时就是被别人气了，这属于打赤脚的碰到了穿鞋的。都是打赤脚的。他也是那个住的那种，到公共洗衣房那个一起洗的，都是平民百姓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就在我那个时候的心态，我就像你说的，我就能理解。说我如果不吭声，我就憋在心里，憋着，然后就觉得哎呀，我当初出来做事儿就还被人欺负。但是我把他吼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会觉得我没被人欺负。华人在海外可能很难避免的遇到一些各种说法吧，或者各种眼光，对方的表现可能并不是用语言来表现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不要骂回去？我们应不应该为自己的民族出一口气骂回去？当然这个话题比较深啊。我觉得不需要骂回去。
你只要回去就可以了，可以挡回去了。我不是像骂是好像有一种就是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行为，你说我什么不对，我指出你的不对，证明我是对的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骂你。你跟他对骂，其实把自己搞得心情很糟糕。对，你会也是血压上升啊，甚至失去理智。其实你有理说理，把他怼回去就可以。不，你关键是看什么人。我觉得是看对方是什么人，你要判断。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司机那个情况，在高速上行走，哎呦痛，在高速上行走的时候，而且他那种气头上那个快速开车各种怎么，你当时你要稳住他，你的小命还在他车上呢。那种是一种特别情况。对，但一般情况下，你像我出门，或者是我在某些 occasion 里面，不管是同族裔或者是不同族裔的，他如果是说他不合理的惹到我，我一定要把他怼回去的。你呀，我曾经到一个公园去锻炼，一个印度的老一把，一把，对呀、那么我去了，我要去做引体向上，我一组做下来，我做5组，那我肯定我做完，我自然就让给人家，他就觉得他脚没地方搭了，他就会有一次就会说了，啊，你用这么久，我是正常锻炼啊，我几组下来，我也没有拖延时间，你就一直用这个啊，你这个变成是你们什么 Chinese garden 呢？我说这也不是你 Indian garden 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没跟我讲的事。这没必要。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阿公有这一面。住在 Fleetwood 那边啊，我这种情况我是绝不会让步的。你敢说这话，我一定要给你怼回去的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但是阿公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当你怼完这个 garden 啊，怼完我做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？但是他就不做声了吗？讲的不一定是道理啊，这就是我如果遇到的情况，我只会这么处理，我不会说。这是对的呀，我凭什么我头低着走啊？我不可能。你凭什么说我这个是什么 Chinese garden， 对吧？你找到我，等你锻炼完，我再上杠，对不对？我找到我完成我的事情，你爱怎么做？他很厉害，他回家我都不知道任何一次，好像要生气啊或者什么。因为没有要换我回来，我肯定告他。我说我今天怎么，我今天遇到了一个。哎，花花，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吗？大部分人肯定会有啊，你人生中怎么会一般人家都觉得说上海男人都比较，就是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嘛，就是很细腻嘛。然后上海女人一拍桌子怕事，哎，对，就是上海男人会相对更怕事。我不知道跟哪个词儿更好了。对啊，就是传统来颠覆一下。也没什么，我的确也没有什么会感觉好像颠覆我那个状态的这种举动呀。那你就如果阿公这样一声吼啊，对，比如说阿公这样的情况，就遇到阿公这样的情况，我可能也会遇到过没有？我也会跟他说，我并没有去，比如说霸占着这个东西一直不给你，对吧？如果你说组间休息，我休息的时候你用，我们轮换都可以，就我会跟他讲道理嘛。但如果我感觉他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但我不会跟他硬杠。我是这个。只要你那时候感觉到他，我感觉他是不讲道理的，我不跟他硬杠。其实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我觉得很浪费我时间去跟他说这个东西。他有时候是什么？有的人今天正好在别的地方受气了。我刚刚就想讲这个事情。因为我实际上对有点这个感觉，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我甚至别说我的事，就是说。可能我路上看到一件所谓的应该路见不平的事，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抢车位了，对吧？然后他明显是这个在等，然后这个把他车位抢了，两个人吵了之后，可能那个人说你刚都看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你也看到了？然后我不一定会帮哪个，我真不一定去帮谁。就不一定在那边就是帮谁你认为的正义。对，我认为正义的人，我去帮他，我说对，我也看到了是他什么，我不会去这样。就是说，当我什么情况下会呢？我只有到了这件事，我觉得这必须管的事，比如说当街在打孩子啊，或者打女人啊，或者什么，就有人要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对，这个是我会管。
但是如果是这种事，我不管，就小事儿，对，也不是搞不懂，对，也不是小和大的问题，因为就这个问题，首先它不直接影响到对方会发生什么状况，对吧？你可能越帮越乱，因为我这么说，一个人他在气头上，有的所谓我说路怒的那些人，他其实就是这种性格的人。对。你越是你去跟站边跟那个人一起杠他，他反而激起了他的一个。是。就是这种不讲道理的人，不是因为帮的人理多了，他会缩下去的。大部分人是这样，但是这批人不是的，这批人来劲了，他可以一个人骂3个4个，然后最后就是开始动手什么，但都来。他主要是你看，就为什么要判断？有的人他是怎么讲呢？不顾一切的。有人是这样不要命的。有的是不要命。说我们以前分享小时候经历的时候，我说过，我其实当时遇到一个新疆来的那个小孩，我就发现真有这种人，他不跟你讲道理的，就是他会觉得一旦几个人都在说他，或者都在一个群体在怎么样，他要直接就扔石子扔什么东西过来，就是无法无天的，然后让你到了你怕他的地步，他觉得他这口气才能够顺下来，就这种人很可怕。对，所以说你不值的，有的时候就是你遇到这种蛮不讲理，他不要命，你还要命呢。我记得之前有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个事情，两个人也是因为停车的事情，可能就是前面那个人就后面那个人就逼了他一下，意思你都到灯了你还没走，但是那个实际上只是起步的慢了一点，然后他就逼他，然后前面那个也是路怒，两个路怒，然后跑下来，然后那个就跑过去。怕他的那个前车盖就是被逼的那个人，这样打一下前车盖，骂脏话嘛，然后那个直接窗摇下来，人下一把枪对着，啪一枪，是有这个，直接就一枪。那在美国是会，还有带枪的，对，真的是要分场合。还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你像我那天跟老乔遇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。我们之前讲过让子弹飞一下，就是有时候你给他一点空间。那天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在 Costco 是周末哈，对，就是特别繁忙，非常挤，停车位一位难求啊。然后我们俩进去就看到有一个老人家在等着另外一个车，已经在装车了。然后那老人家就车开在那等。然后我们就想，哇，这位置已经有人等了嘛，然后我们就绕了一大圈，还是找不到。我又回到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地方，他还在等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在装车的时候在打情骂俏，两个在聊天。他就是慢慢的钻，慢慢的钻，明知道有人等你，他也就慢慢的钻。我们看都看不过去，就我绕了一大圈过来，他还在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老爷其实他旁边好几辆车都已经走了，还有另外一辆车，他还在等这个，因为他说好要等这个人，马上就打灯了，对，早就打了灯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过来，我们过来就在这一辆车的旁边，那个车走了，人家很快就装好了，就走了呢，照理说是我们进去嘛，对吧？你已经打灯等这个了嘛，等了两个年轻人，那这一辆出来是不是我们进去？就在这个刹那间，那个老爷子突然间不知道他，因为他非常非常火了嘛，就是实在是他在那儿等太久了，这时候他突然间加油门冲到我们这个要进来的这辆车，如果我们也赶快进来，可能就撞了，他就穿到这个里面来。非常火，就你会听到那个呱，那种加油门的声音，那种呱，他就停了呢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像正常情况下，可能我们等肯定会逼他，因为这不是你的位置。老乔没有动，老乔在看，我们也在看。我跟老乔当时第一个反应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理解这老头很火。”因为我们也看不过去，确实等了那么久，旁边的车都走了那么多辆了。我们转一圈过来，我旁边都进去了，那个人还不走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没吭声，我们就继续在他的位置等他的位置。原本是他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一会儿也要走了吧？可能也会有其他人然后我们就在那等。我们等了一会儿呢，这时候年轻人车开走了，我们就进去了。这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好玩的现象，这老爷子一直不下车。
一直坐在车上，好，我们还没进去哦，我们就发现他一直不下车，过一会儿他突然间下车，他就跟我们讲，我需不需要，就是他很内疚的样子，他又不好意思跟你道歉，他就下来跟我讲，那要不要我把车停好一点，你们好进。他找了个台阶。他找了，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对，但是我们没有逼他，我们没有逼他，我们因为能理解他那个气氛，所以呢，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过分了，他就下来就很热情的跟我们讲，哎呀，我车是不是没停直？我要不要停直一点？你这样好进去。然后我们说没事，我们就开进去。你像这同样也是一件事情。如果我当时我想老乔那时候肯定很火，我也等了，我到了，逼你一下怎样？那逼一下，首先他的情绪就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，对吧？他不会去反省他自己，他就更火。对他只会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当然就是看情况，我觉得人要判断，就这时候我们，因为我们能理解他，所以我们也不生气，就觉得哎呀，确实换我也会怒起来。确实 ，Costco 是一个重灾区，对吧？就是经常会有这样抢车位也好啊，各种族裔在那边对峙哈，为了抢车位，一个重灾区。打架的都很多。对，要打架，对，之前那个大妈打架。架。然后我记得我还10几年之前吧，然后跟一个朋友去，那次是吵起来，真的吵起来。那开车的不是我，我是坐车的那个人。我是觉得我们开进去那个车位的时候，真的没有看到旁边有人在等，而对方觉得他有在那边等，你们先开进去，他就开始就是冲出他的车门，就跑到车窗边上开始骂。我这边开车的老兄呢，他也不示弱，下车也开始骂，但是骂不是讲道理。而不是说你刚刚在哪？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死角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我没看见。而是互相都重复同一句话，就是我先看到的为主啊，就是我先看到的，都用英文在骂。但是我想这个来回3、4轮应该够了吧？没有，还在继续，都还在重复这一个，没意义。就变得我会觉得说，明明可能我们是有道理的，也变成了跟他一样的没道理。对。那一次我的经历是异常之尴尬。我一个那么能说会道、那么气性那么大的人，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谁都不想，我就想赶快走。我就想赶快离开这个现场，就讲这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。是很尴尬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这一点挺好，就是不管怎样走了，那算了，这种东西就不需要去争一口气吧。就是让他不太有所谓这种事情，就迟一点嘛，因为你都能理解他们急死了。那为什么我对那个印度老人那个老头子我不客气？他说那个话，我就觉得他带有歧视性，什么他已经带有歧视。他是要攻击你这个主意，他在攻击整个族裔的感觉。对，那是个人素质有问题。杠上的话，那你可以告诉他，这也不是 India washroom 吗？哇，这样讲的把他跳起来。谁知道你可以在这里干出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这嘴爽一爽就可以了。我刚就想，你看我们小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接受一种教育，就是我们上海话说，不要去管人家闲事，不要管人家闲事。你看我们小时候会有这样的教育。上海。全中国都叫至少门前雪嘛，它一个道理。对啊，就不要去管人家的闲事，你哪怕路见不平，绝对不能拔刀相助。对不对？坚决不可以。谁知道对吧？对方是不是真是一个坏人嘞？惹不起嘞，对不对？好，街边老头老太太一群在打起来了，吵起来了。你想伸脖子过去多看几眼，八卦一下，我一把被我妈拽走。不要管人家闲事，生怕可能人家就是一颗子弹飞出来打到你，就那种感觉。是。对，但是有一个转折点，记到现在，这成为了我后来自认为我是江湖女侠哈，路见不平必须大吼一声。当时认为那是个起点。我们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那我们不是喜欢穿小弄堂吗？碰到有一群小孩。都是跟我同一个学校的小孩，他们在打一个小孩，那一群人就围着嘛，有些旁边大人路过还指着骂2句，那小孩还在打。那主要攻击的是中间有一个小男孩。
有人捡了路边的半块那种碎的砖，直接朝他脑袋上砸上去，他就把他脑袋上砸开了口了。我是亲眼看到他砸的，当时旁边小孩一看就见血了嘛，就哗就散了，那小孩就捂着头蹲在地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去想去帮他，但我没有能力帮他，其实我也不懂急救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习惯，我爸老偷偷跟踪我。我爸推着自行车，自己放学嘛，自己中午回家嘛，也不大家都不接了，那其实家里大人是有点担心的。我爸是有一个，只要他有空，他就推着自行车偷偷在后面跟踪我。那一场我爸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凯莉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！他不是一声，他是连环吼，人家可不止吼一声，连着一串吼。你厉害的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个小孩蹲在地上，然后我爸一把把他抱到那个他的自行车后面，我爸医生嘛，他直接就拉到医院去了。然后我爸就跟我说：“你别管了啊，我把他带走了。”好，这件事我就忘了。下午快放学之前。突然之间，老师找我，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。这间房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，是学校的广播室。然后全校那个中间课的这个10分钟，就全校广播我的见义勇为事迹。我当时因为我爸把那小孩弄好了之后，他就送学校去了。然后你问小孩是谁救你的，说是谁谁谁的爸爸，在学校广播，然后把我带到广播室去，要现场临时发表获奖感言。我当时就懵了，天哪，我是一个英雄吗？就是那次我特别的意外。然后回到家，我爸就跟我随便讲，然后我就把他弄去医院，然后缝了2针，然后给送回学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突然之间尝到了见义勇为的管闲事的，对这个甜头了。被鼓励之后就经常会发生，就是我就会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个场面，就会在我的小时候会经常发生，一直到我长大之后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年代，就是我挺怀念，就是那样子一个年代。那时候大家是鼓励，现在你看看，现在就老太太倒了，你不能扶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老太太倒，你能？对，那是我们已经出国之后的事情了。对。我回国就会有家里人3令5申来跟我讲，你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了，或者特别年纪大的，或不管年纪大的大小了哈，中了怎么谁，千万不要靠近他，转身就走。我当时特别的不能理解，后来看了很多新闻，那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发达。对，同样这件事如果放到现在就很难说了。他爸妈肯定要追究到底这个小孩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你会看到，你这么好心把他，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他会追很多事情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这件事情挺吓人哦，对，果然是。对，还有就是说你去医院，如果医院没处理得当，那还说你路上急救的不得法。对啊，那好在医院是我爸的地盘嘛。那是。那如果我爸不是医生的话，他可能就一把把我拽走了，有可能的。对呀，很有可能的。所以这个事情你看，是很，这就说不准。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都是出国蛮早的嘛，出国的时候实际上国内还是那种对风气还是可以的，还是住的。那时候是可以的。对，但是到了这边之后，我们中间回国基本上就被提醒。对，我不是以前的那个时候。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回国被提醒，我是到这边被这边的老移民提醒。为什么？他跟我说，这边跟国内不一样，这边看重的是人，就说生命啊这些东西。但是如果财产的损失，它是排到后面的。给我举了个例子，有一个银行有人去抢劫银行，然后呢，这个抢劫犯呢肯定是带枪或怎么样的嘛，对吧？所有人啊全都很配合。就让他抢，先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结果有一个中国的老人家，又看不惯啊，他拿着一麻袋的硬币想去换的，就看那个就直接那个硬币啪就扔过去了，抢银行人他也懵了，知道没有人敢什么拿个枪还这样，如果他吓死的就直接逃掉了。看上去如果这个事情他说在国内肯定表扬了，见义勇为，对，保障大家的财产。然后这里变成一个反面典型，千万不要激怒
就叫大家千万不要像他这样去激怒罪犯。如果罪犯还被老人家那一抡给抡伤了，老人家还要负法律责任。那就很难说。对，然后包括你看，事实。对，包括这边如果你有入室抢劫的人，他实际是希望你配合他，不要去反抗，钥匙放在不要对，你事后再报警，但你当时就不要激怒他，他是这样一个。所以他跟我们从小教育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过去你看，就某某为了集体的财产哈，当时不是赖宁嘛，对，各种草原小姐妹跳在河里面救人，叫罗胜教还是什么那个，对吧？我们过去学的。你就 recall 我的 memory。对不对？包括你那天去搬了以后，是不是要在广播里把你变成一个英雄？一个大家要向你学习。对，就那时候就有人，其实我觉得我也说不准哪个好，就是其实也挺好。在加拿大，如果是小偷到你家偷东西，翻你家的墙，滑下摔倒了，在你的 property 上，你自己还没动手。你要是没有 insurance， 你可能就有麻烦了。下次要给他梯子得架好。对呀，而且是防滑的。哎呀，好气愤！好生气，张姐来喝一口，好生气啊！这件事情太让人生气了。对呀，真的是太让人生气了。然后我还跑出来，注意，这就是装不好的一个下场。对啊，这下一次一定要好好的装修好。最早的时候是那个多伦多嘛。多伦多有这么一件事情嘛，就很多年前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华人移民比较集中移民过来的那几年里面啊，在这之前没有那么多，就是在多伦多的一个小超市，小超市门口卖花卖一些菜啊，记得那个那个陈万，对，我们老乡。然后就是老有人来偷嘛，老有人来偷东西，门口偷走了一会儿又来偷了，一会儿又来偷。那天终于抓到了之后把他绑起来放到车后面，还打电话给警察，警察一来为什么要把他这样子非法拘禁？后来哈勃还去那个超市，但是把那个老板还当时是搞得还，拘禁，我记得就是多伦多还因为这个事情就华人游行啊之类的，就反抗这个法律的太过严谨、太过保守的法律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因为这种事情你想想看哈，正常人他跟这都没关系，你多严，因为我也不偷。我这还有，待会儿。但是如果他是本身就想作恶的人，那不就是利用你？你看啊，我没有仔细去调查。但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前段时间温哥华发生的那件大的事情，就是那个对，就是车到里面是一个集会嘛，菲律宾的节日。对，菲律宾的那个节日，然后餐车两边路都封死了 ，Fraser 那边嘛，然后那个车开进去，撞死了这么多的人。你看他撞死了很多人。死了很多人，好像是13个。那个门口，刚刚我们讲多伦多的那个超市门口，只是被偷了花、偷了菜嘛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犯罪分子给，对吧？罪犯给控制起来了，不对。但是这一次，据说先把肇事者吧，就是嫌疑犯嘛，控制起来的，对，控制起来都是路人，再把他控制起来之后，再警察再来的，但是没有人追究路人的责任哦，因为严重啊。因为出人命啊！对，因为这是跟生命，因为你这个时候是你在保护其他人的生命。那你到我家来偷东西，可能还带了把枪进来，带了把刀进来，那我家里人不是也是生命危险吗？所以他意思就是不要不小心啊，我还是个武林高手，一个鹞子翻身把你击倒。它里面是有区别的，应该有。因为那个入室抢劫，他至少还没准备他如果今天已经杀了一个人了。他已经是，那你那个时候动手是从警察的角度是合理的，你是正常在自卫，对吧？因为他已经对某个人产生，比如他或者他捅到你的腿或干嘛了，他只是让你先如果罪犯在理智的情况下，不要激怒他，他其实是这意思，并不是说你不能保护自己，他也没到这地步，比如说那个你已经明显觉得这个犯罪分子不正常了。已经要对你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了，那你肯定是要保护自己，要控制他的。对，但是那个就不一样，那个他已经在伤害别人生命了。我觉得像你们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加拿大的小偷带枪带刀，主要是他胆子小，棒棒身，他其实也就想把你吓退了，
他拿点东西就走。他不真的实际不他敢成立那一个，对，所以抢劫他如果受伤，你是要对他负责的。不，这个又回到我第一个那个人就是讲的，我刚开始时候讲那博主发的那个故事，对吧？讲他家那个，其实就是说，你看啊，他是什么人，你是什么人，你其实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生命是至善的，你的成本比他大很多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吧你看我们明显这个好人，我又想好好活的，他都不想活的人，他是不想活的人，对吧？你跟他，你跟他那个他跟你鱼死网破，那你比他不划算太多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就抱有一种同情心吧。因为我当然这个是题外话，我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一件事情，就那种突然间我的同情心上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切都解决了。我没有骑自行车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是坐八路公共汽车去那个平山那个站下车上班，每天坐。那个汽车是高峰期的时候，那是挤到水泄不通的。然后里面有一个售票员，就因为可能在那种工作环境啊，就态度永远都是不好的那个，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他，因为他老走那个线嘛，态度特别不好。特别不好，跟这个人吵，跟那个人吵哈。总之就是说，他经常跟人吵架，经常怼别人、骂别人。那好，有一天呢，刚好我心里就像你说的，就是我就是有那种很想这个路见不平吼一声的那个感觉。但是他又没轮到我，那有一天正好轮到我了，他也开始骂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没站好或者怎么样不进去啊什么，就大概就又骂你了。然后我就把他骂回去。骂回去以后，估计我也骂得比较重，他就气呼呼的坐那里，然后我就坐了一路。后来我就一路在想，其实我一直在看他在工作的状态，其实很可怜。就是说，你看车挤的时候还要到后面，那时候有人逃票啊。对，他拿着那个要到后面去，挤到后面。不是那个时候是乘客上车以后，他要跟着人流走到最后面，卖票一个卖，没有人主动弄的嘛，然后就哇满头大汗，衣服都被挤歪了，然后，哎呀，他坐那里，然后我就回想起刚才跟他对骂嘛，然后我下车之前，我就因为我要经过他面前下车嘛，我就跟他讲对不起哈，我说那个我不是要针对你的，我说实际上是这个车太那个，就跟他解释一下，对比一下，你会觉得他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年轻人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不该跟他去吵。但是奇迹发生了什么？从此以后我来坐这部车的时候，这个那个售票员的态度真的以后都很好，你不再见他那种他也是受到了触动一下。有时候他可能就差一个理解他的人这么一句话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就说你也不容易，我说那其实这个时候都在气头上哈，我就跟他讲对不起，然后下去。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本身是很不开心那件事情，跟人吵了一架。但是我一路上我就特别开心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解了嘛，就咱们也跟人说对不起了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你也理解了他，我看他一下释怀了，真的后来再坐这个车，我就极少看到他就跟人怼啊。就像阿婆那个视频里面，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他的不容易嘛。还有就是那个视频里面的主角，然后他们当事人他是脑补了一个理解他的方式，对，他就说他身上可能已经压了很多稻草，对，而接了我这一单，可能我就成为那个压垮他的最后那一根稻草。有可能在这之前很多不容易他根本看不到的，我们见不到他的不容易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一下他就自己心里面也觉得我不跟你争，你发脾气你发吧。对，是这样子。有时候你看你站在哪个角度，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路见不平也是对的，就是觉得作为我们做人真的就有那股气，我觉得。遇到这种不平的事情，我们确实要去呢。但是有时候又觉得，你如果去看人，你需要有的时候，有的人真的是需要你那么理解他一下，就是要全面的看一件事情。对，不是就是以你本能的反应马上去做，就还是阿婆那句话很经典，等一等。等一等你会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。老乔等一等，那个老爷子马上下来他等于跟我们道歉。就是我把你其实他车并没有停歪，他停在他线上，他只是找了一个借口说我要不要再停进去。对，是吧？就是那一个车位的人都出来了，旁边那俩还没动，就成为了压垮他那根稻草。突然间那个哇冲进去，我们俩也惊呆了，但是
他倒是很好。就像刚刚我就是说阿婆洗衣房的遇到的那次不愉快，包括那个印度老爷爷说的话，在怼回去之后，对方没有再怼回来。对，他可能并不是说是一个那么不讲道理的人，对，而他各种各样的压力给到他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或者误会，误会也好，压力也好，他的可能今天就是从早上起来这条气就没顺过。那有时候很多人的状况就这样呀，你这件事本身不大，然后他的反应很激烈，不一定是他的性格就这样啊，可能他就是经历了好多事，什么突然收到公司今天被炒了，然后回去他老婆说他也被炒了，然后这边又什么突然冲出来条狗吠了他一下。然后那边买个菜又是缺斤少两，就是各种事全部都怼一起了，然后他不停的想要爆发，但是压着了，到最后可能你就是最后那根稻草，他顶不住了，他直接跟你爆发了。外卖小哥保安，他可能就觉得对，就直接就爆发了。大概率上讲嘛，尤其是生活不容易的对，这点我同意。或者他遇到一些特别难的事你已经看他生活是特别不容易的，那他的概率很大，这种概率非常大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你正常的，你过得很幸福的人，你一般不会去骂人。对，你看什么都是开心的嘛，对吧？你只有自己过得不好，他才会去骂人。所以我们每天碰到的人、遇到的事，都是各种各样的。不可能说遇到什么情况，界定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一刀切的一种方式去对不对？真说不准。所以都要是在什么情况下。在什么人的状态下，去个别的问题个别的处理，该正面回怼的要正面回怼，也要有这个勇气。该给人家释出应有的善意的，也要释出善意。这其实对人也好，对己也好，都是有好处的事情。我觉得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。你该要大吼一声的时候还是要大吼一声。因为有的人他是属于习惯性欺负人。你要知道，有的人他习惯性就想弄你。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，就算是我救的那个小男孩吧。我有时候会，特别是我看到那个蝴蝶效应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我当时对他表现出的这个善意。是不是就可能让那个小孩，可能如果没有人管他，就在马路上没有人管他，他捂着脑袋可能一直在流血，他可能未来就是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。这是。当你感觉到有人在关心你，在帮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还是有人很多是好人，这个世界大部分是好人。对，他会对他的成长都有。对，我就看完那个对蝴蝶效应那个电影之后，我就会又想到这个事情。一定是有好处的。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说。我们不讲那个社会责任那么高的那个但是真正就你讲的蝴蝶效应，有时候你善意传递出去，可能真的会一直传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就很像你老玩这个，你生活的环境倒污水，倒各种东西，那你不就脏了吗？对，是尽可能。接下来下个礼拜吃到那条鱼就是受污染的。对呀，是不是？就是尽可能还是与人为善吧，我是这么觉得。我有些点可能不管，但有的点我就没办法看。在国内看到打小孩我还 OK， 因为这是到这边才知道绝对不能打小孩，对吧？所以国内已经习惯了，看到好多的可能就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，不管在哪，我看到他在打女人，一个男的在打女人，我一定会管，因为这个是我从小的教育。我妈看到那个电视里男的在打女的。他第一句话就不用管什么原因，就是这个男的有问题。他从小给我的灌输的思想就是，男的绝对不能打女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女的打男的，那我们下一期超出我的聊一下，超出我的怎么没有？为什么要问乔叶？因为乔叶很这个世界上这个问题是对的，因为。没有任何是单方面的问题，有男人打女人，也一定有女人打男人。对啊，有大人打小孩，有小孩打大人的呀。确实，这个是一个现实存在，不能就否认它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就想象着像我脑补一下，那个女人打男人，我给你打吧。那我可能真的。你要看，前提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，会不致残。不能用枪。对，我只是表达，就是说不是说我
我真的觉得，对我真的不是觉得这个好像要出人命了就要去管，而是我自己过不了这关。男的是强，女的就是弱，有时候是反过来。你让我们健身房去看看那些姑娘们，哇，马路上没多少男人惹得起的。就是。上次去参加那个竞赛，就是那个Spartan的竞赛，对，多少女的比我强壮多了，都得从我身边过。对呀，一个个女的看起来随便谁给你甩一膀子你也受不了。咱们得避得远远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就示弱，认输，不要被人打了。就其实你刚刚讲的一个点，我觉得认怂是可以的，往往人就是吞不下这口气。在一定的场合，真的是你该退缩的时候。认怂，我觉得也不完全是个贬义词。认怂是高僧的境界，好吧？我觉得倒不是，我倒觉得不一定说是认怂哈。就是说，其实你要认清现实。你看老年人跟年轻人，你非得要说打得过他吗？你打不过就是老人家就是老人家。no， 这不是存在。现在反了，你落伍了。现在年轻人看到老人家怕。现在往地上一坐，然后开始现在碰瓷太厉害了，顶不住，不能，惹不起。那天有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小学生。这个老太太她倒下了，这是一个笑话，然后叫小学生去扶她，老太太就说你扶我，那你把我推倒了，对吧？那小孩子你们看我是谁？未成年，我现在就把你弄掉，这是最危险的两类人，这最危险的两类人，对，我把你弄掉。我弄掉我未成年啊！我当时觉得惹不起人。对吧？弄掉你，警察还不敢把我名字说出去，这个受保护的。说这边跟国内不一样，我记得这里都是只保护人，不管财务这件事。他说他给我举了个例子。好，等他吼完，气呼呼的回来，就跟隔壁人吵架，你又去路见不平了，气呼呼回来，吼几声，就那种又回来了，很火，好玩，然后就太贴切我们的主题了。